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始祖苍廪。始祖苍廪同样是个和盾有关的眷属，不过这次的盾只会加在苍廪自己身上。始祖苍廪的特性是，它会将所有治疗效果都转换成同等量的护盾值，然后加到自己身上。也就是说，始祖苍廪是没有办法回血的，这血量掉了就是掉了的，永远都补不回去。始祖苍廪只能用护盾来代替血量承受伤害。那么这个不能回血的特性会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是它可以使所有为血量最低目标回血的技能全都回到自己身上，进而不断为自己补充护盾来保障自身的生存。那么谁有这个能力去为始祖苍廪回血呢？限定贝拉的海精灵祝福就可以为血量最低的目标回血，是最适配始祖苍廪的奶妈。不过现在新入坑的玩家已经抽不到限定贝拉了，这是个很大的损失。其他能自动回血、能治疗生命最低的还有赛特和伊甸娜，不过他们的战绩要4次普攻才能回1次血，实在太慢了。即使他们能开奥义来回血，也会因为用途过于单一而搭配的效果不佳。现在没有多功能的眷属，已经很难争取到主力的位置。真正比较靠谱的替补是大苍廪，真的是求人不如求己。大苍廪有使护盾量提升的能力，本身能加盾，还可以持续回血，这对始祖苍廪来说就是个双倍的回盾效果。加上大苍廪还可以保护其他队员，本身就很有用，已经是固定上场的班底。这些用途都不是赛特和伊甸娜之类的眷属可以比较的，能力真的差太多了。始祖苍廪无法回血还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它可以一直维持比较低的血量，这样会更方便触发血量越低，伤害就越高的能力。若是以后出了这么一个装备，那始祖苍廪的强度还会更高。这次更新就会出一个新的遗产，也许它就会有消耗生命，然后使生命越低，输出就越高的能力也说不定。始祖苍廪的第二个特性是可以将伤害转化成护盾，只要每次始祖苍廪成功造成生命损失，都可以将损失值的 35% 转为自身的护盾值。这让始祖苍廪拥有了不依靠队友也能自主产盾的能力。只要奥义来一个大爆发，就可以为自己恢复不少的护盾值。不过要留意的是，官方用的词是造成生命损失，如果攻击打在了盾上，只消耗了护盾值是无法回盾的，这点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奥义的能力。始祖苍廪的奥义有2种功能。第一段伤害只是为了添加减益，奥义会对我方指定的方向造成一次攻击力 300% 的范围伤害，然后再给所有目标添加攻速降低大的效果，持续8秒。始祖苍廪的奥义攻击范围非常大，只要不是来自2个方向的敌方，基本上一个奥义就可以让所有敌人都处于攻速降低的状态，大大的提升了我方所有队员的生存率，十分的变态。奥义的第2个效果才是始祖苍廪输出的真正来源，它会在释放奥义后的12秒内，使始祖苍廪的普攻速度提升，并且原本只能攻击1个目标的普攻，也会升级变成一次攻击4个目标。始祖苍廪的普攻速度提升是个类似罗蕾莱奥义的效果，会直接改变普攻的初始攻击速度，所以不会和限定贝拉的攻速提升起冲突。奥义强化后的普攻可以一次攻击4个目标，不过强化后的普攻也会和拉米亚的弹射一样，会优先选取不同的攻击目标，并且对重复攻击的目标伤害也会降低，只能造成 25% 的伤害。所以始祖苍廪和拉米亚一样，都是能对群也能对单的眷属。始祖苍廪普攻的数值是攻击力的 150%， 也就是说攻击重复目标只会剩下原来1/6的伤害。这个稀释的效果比拉米亚对重复目标伤害减半还要厉害。不过当始祖苍廪拥有超过 50% 生命上限的护盾时，普攻就会变成是3段 75% 的伤害了。这样一来，重复伤害的稀释效果就会只剩下1/3。
若使祖仓廪的护盾值达到了生命上限的100%，普攻的每次伤害还会额外提升，目标生命上限的4%，但提升的伤害不会超过始祖仓廪攻击力的60%。这个是用来加强始祖仓廪收割的能力的。生命值4%的伤害提升虽然看起来不多，但始祖仓廪的普攻可是一下就能打出3段伤害的，加起来就是最大生命值12%的伤害提升了。总结就是，始祖仓廪是个非常依赖护盾的眷属，护盾不仅可以为它提升生存能力，也可以为它提升输出。护盾就是它的命脉，要如何将始祖仓廪的护盾值长期维持在最大生命的100%以上，就是使用始祖仓廪要解决的课题。因为一旦失去了护盾，它就什么都不是了。护盾的弱点是真伤，因为真伤会消耗双倍的护盾值，所以始祖仓廪会比较害怕持续伤害类的输出，打 PVP 和 PVE 的时候都要避开这类型的敌人。始祖仓廪的战绩为他解决了启动的问题，他会在战斗一开始就消耗自身当前生命值的40%，来为自己施加100%生命值的护盾，让始祖仓廪在开局就可以打出最大伤害，直接触发普攻3段伤害和最大生命值4%伤害提升的效果。不过只消耗40%生命这个数字实在是有一点尴尬，因为很多技能效果都是生命50%以下才能触发的，看来策划还是在这里保留了一手。始祖仓廪在不开奥义时，普攻速度只是一般，而且也只能对单，所以输出还是只能靠奥义来。战绩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初始的护盾量，之后就要看你守不守得住这段护盾量了。这时限定贝拉的开场治疗就很有用了，它可以直接快速的提升始祖仓廪的护盾值，可以说限定贝拉就是完全为了始祖仓廪而量身定造的。护盾最高可以叠加到最大生命上限的200%，也就是2条的血量。这个上限让始祖仓廪可以尽情吸收队友的回血，而不容易让护盾值溢出。2条血量的护盾量也让始祖仓廪有足够的本钱去抵御伤害，尽可能的维持住100%生命值的护盾量。遗产搭配目前还没有看到新遗产的技能，所以始祖仓廪的首选还是贤者之石，次选是窥视真理之眼。技能升级优先普攻，因为这是他伤害的来源。接下来可以考虑升战绩，因为这是关他的初始护盾值。但如果你有限定贝拉，即使是只维持4级也是够用的。最后是奥义，也可以只维持4级就好，因为不差那一点伤害。奥义的资源比较珍贵，难得始祖仓廪是个不需要升级奥义的眷属，所以资源还是留给其他人吧。接下来谈谈始祖仓廪的队员搭配。始祖仓廪基本上是要绑定限定贝拉的了。限定贝拉不仅有很强的持续治疗，可以提升始祖仓廪的护盾值，它还有始祖仓廪也很需要的攻速提升。少了限定贝拉，始祖仓廪的威力也要被减半。另一个同样很适配的队员是阿卡贝拉，因为阿卡贝拉也能回血，而且还有回魂、法术伤害提升和暴击率提升，这些都可以用来增加始祖仓廪的输出。同时拥有回血和增伤的眷属，就是最适合和始祖仓廪搭配的队员。阿卡贝拉和限定贝拉是最适配的新月和残月队员，刚好就可以触发血月。另一个可以看情况加入的是奇格鲁纳，奇格鲁纳就是猎杀者的眼睛，他的奥义指哪里，猎杀者就会打那里。奇格鲁纳可以让始祖仓廪即使身在敌群，也有能对单的能力。而且奇格鲁纳还有普攻伤害和射程提升的能力，可以让始祖仓廪打出更高的伤害。当始祖仓廪奥义的4次普攻和12段伤害全都打在同一个人身上时，这个对单的倍率是比拉米亚还要高的。再有需要优先打单体的场合，就可以优先让奇格鲁纳进场，然后再看情况决定拔掉阿卡贝拉还是贝拉。那么始祖仓廪登场后会取代谁的位置？基本上所有满月的主输出都会被始祖仓廪给取代，就是这么的夸张。
唯一的幸存者大概就是大哈提了，因为他有真伤，在面对血后又有护盾的首领时，大哈提有他的优势。其他输出，比如达尔卡罗和罗蕾莱，得益于他们有控制，而且又是新月眷属，所以也侥幸留了下来。偶尔看关卡需要，可以和始祖苍廪搭配一起出场。始祖苍廪可说是一只非常破坏平衡的眷属，它是 T0，其他人就只能从 T1 开始排起。始祖苍廪几乎是全方位的 T0，不管是主线、装备本、塔楼还是 PVP 全都可以用。推荐所有人都要尝试去抽一只出来，否则对游戏后续的体验会有很大差别。官方突然出了一个这么破格的角色，相信也是为了要解决大家对卡关的怨气，让游戏难度降低。这个初衷是好的，但也可能会衍生出不少的问题。对于有抽到始祖苍廪和限定贝拉的玩家来说，接下来就是爽爽的通关拿奖励。但对于没有限定贝拉的玩家来说，就会比较难受了，他们只能玩到一个不是完全踢的始祖苍廪。当然，强度还是有的，只是不会像现在一样超模，所以即使你没有限定贝拉，我也还是会建议你抽一只。本来游戏过早出限定池已经是一个大问题，这会让后续来的新玩家很难跟上版本。当他们去查看主线通关视频时，就会发现里面的视频全都有罗蕾莱或限定贝拉，根本就没办法抄。本来有个超强的始祖苍廪可以解决没有限定的问题，但可惜始祖苍廪却还是要绑定限定贝拉，这就让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了。接下来的通关视频就会全都有始祖苍廪了，不知道这样的通关视频又会不会对你有帮助呢？在底下留言了，让我知道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